在那个不寻常的夜晚，一架名为马航370的航班如同被施了魔法一般，从雷达屏幕上骤然消失。10年过去了，关于它的去向一直是个谜团，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弦。今天我们就要抽丝剥茧，用这10年来浮出水面的种种线索，为您揭开这背后的层层迷雾。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当马航370在民航雷达上隐匿无踪时，其实它并未彻底失去踪影。马来西亚军方的雷达在无人察觉的寂静中，精准捕捉到了它接下来1个多小时的所有动向。然而，令人费解的是，马来西亚军方对此却矢口否认，直到一位内部人士将这个惊天秘密透露给了英国媒体。在全世界的怒火面前，马来西亚军方才不得不承认了这一事实。军方雷达数据显示，马航在民航雷达消失后，竟来了个令人啧舌的270度急转弯，几乎是掉头向着西北方向疾驰而去。这个高难度的动作仅仅耗时130秒。曾有人猜测，彼时机长或许已然离世，飞机处于自动驾驶状态。但这绝无可能，因为自动驾驶系统根本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精密的机动。马航后续的中期报告也证实，这个急转弯是人为操作的结果。这无疑表明，当时飞机上一定有人在操控，排除了机组人员意外身亡或飞机突发故障的可能性。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这一切很可能是一场有预谋的行动。马航从民航雷达上消失的时间是凌晨1点21分，这是一个异常微妙的时刻。彼时，飞机正处于马来西亚与越南的交界处。就在这一刻，飞机上的应答器突然被关闭，导致地面雷达无法接收到信号。而仅仅在2分钟前的1点19分，机长还在与吉隆坡的航空管制中心道晚安，表示飞机一切正常，正准备进入越南领空。短短2分钟后，飞机上所有的通讯设备竟然全部同时下线，这无疑再次印证了设备是被人为关闭的，绝非巧合的故障。前一刻还安然无恙，转眼间所有通讯设备便集体失灵，驾驶员却未发出任何求救信号，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这个时间点的选择必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在两国领空交界之处，往往是航空管制最为混乱的区域。吉隆坡航管会误以为飞机已被越南航管接管，而越南航管则以为飞机尚未进入其领空，这中间大约会有5到10分钟的过渡期。马航正是在这个无人察觉的空隙，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当越南航管发现未能接到飞机时，18分钟已经悄然流逝。之后，全球的航管中心都开始协同呼叫，四处搜寻，但这架飞机却如同人间蒸发般，再也无迹可寻。随后，马航被马来西亚军方雷达捕获。根据马来军方的数据，马航失联后，立即将飞行高度提升至4万英尺，大约13000米左右。这几乎已是这架飞机的飞行极限高度。操控飞机的人很可能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给客舱减压。在这种极度缺氧的环境下，客舱内的乘务员和乘客只需1到2分钟便会失去知觉，并很快死亡。证据来自一张飞机日志，飞机起飞前的最后一刻，被要求给驾驶舱加满氧气，正是被涂抹的那个地方，但客舱却没有加。吉隆坡飞北京是短途航班，当时的氧气储备完全足够，根本无需额外补充。这表明有人在出发之前就已经预知了飞机可能遭遇的状况。之后，飞机开始转向，朝着西南方向飞行，并且将高度降低到29500英尺。这也是一个蹊跷的数字，因为这并非飞机的标准巡航高度。
也就是说，在这个高度，除了马航，没有其他飞机。高度不够，又是为了什么呢？因为没有了塔台的指挥，他需要防撞，害怕被其他飞机撞到。再之后，飞机便一直沿着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边境线低空飞行，蜿蜒曲折，这很可能就是为了躲避雷达的侦测。最终，在2点22分，飞机飞越马来半岛，彻底摆脱了马来西亚军方的监控，真正的消失了。当时，马来西亚军方也察觉到这架飞机的异常，但他们判断这并非恐怖袭击，因为恐怖袭击通常是直奔目的地，不会如此绕圈子，因此他们没有过多干预。后来之所以否认，很可能是因为不敢承认，担心被其他国家指责不作为，给国家蒙羞。那么，控制飞机的到底是谁？这真的是恐怖袭击吗？其目的究竟是什么？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掌握了飞机的飞行方向，但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知道它最终的去向。当时，吉隆坡航管曾给马航打过2次卫星电话，一次是在凌晨2点39分，另一次是在早上7点14分，而且2次电话都打通了，但均无人接听。这证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飞机在离开马来西亚军方监控后，一直在空中飞行，直到早上7点14分仍在飞行。正常情况下，飞机应该在6点30分抵达北京机场。7点24分，马航官方宣布370航班正式失联。然而，此时飞机其实仍在空中飞行。根据当时飞机携带的燃油量分析，飞机可以一直飞到8点12分。那么，为什么那个人没有将卫星电话也关闭呢？飞机刚开始消失的时候，确实关闭了所有通讯设备。然而，这个卫星系统却有一个漏洞，因为要关闭卫星系统必须断电，而一旦断电，飞机上的设备会在30分钟内过热。但飞机的操控者显然不想让飞机提前坠毁，他还要继续飞行，还有其他的目的。因此，在飞机离开军方雷达监测范围3分钟后，卫星系统又被重新打开了。这表明这个人是知道军方雷达存在的，而且非常清楚边界在哪里。这个卫星系统是由英国一家公司提供的，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只要系统不关闭，就会自动与该公司在天上的卫星连接，而且是无感知的。每过1个小时，地面站都会与飞机上的卫星系统握手一次。简单来说，就是地面站每隔1小时会问飞机一句：“你还活着吗？你还在线吗？”飞机便会回答：“活着呢，在线呢。”这就算是一次握手，当然，这也是无感知的。这条线索为最终的破案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因为地面站与马航一共握了7次手，也就是7个小时，直到8点19分，握手才变得不完整。飞机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坠毁的。该公司的技术人员非常给力，从信号传输的角度和耗时这种堪称奇葩的角度，硬生生地分析出了飞机离开军方监控后的飞行路线。当时还原了2条最有可能的路线，一条是往北飞，一条是转弯往南飞。往北全都是陆地国家，比如印度、巴基斯坦等，不太可能不被发现。因此，飞机最后应该是往南飞。根据飞机飞行的时间和距离，最终可以判断飞机应该是坠毁在了南印度洋。后来发现的飞机碎片也确实证明了当时的判断是准确的。但诡异的是，各国组织了大规模的搜救力量，却连一片毛都没搜到。这又是为什么呢？飞机到底去了哪里？等我们把所有线索都讲完，您自然就明白了。这其实是一盘大棋，飞机的每一个动作都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要想知道飞机到底去了哪里，不如说飞机的操控者到底做了什么，让飞机最终消失了。
所以现在的问题又变成了操控飞机的人是谁，其目的是什么。当时飞机上一共有239人，其中227名乘客，12名机组成员。乘客中一半以上是中国人，还有38名马来西亚人，其余是一些欧美人士，零零散散。机组人员也都是马来西亚本地人，这里面最可疑的是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奥地利人。因为事发后的调查发现，这2个人使用的都是假护照，根本不是什么奥地利人或意大利人，而是2个伊朗人。这2个人还认识，尤其还是来自中东这种敏感地区。当时大家就慌了，说这2个人会不会是恐怖分子？如果真是恐怖分子，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警方调查后发现，这2本护照的真实主人都是在吉普岛旅游时护照被盗，之后护照被卖到了地下黑市，而这2个伊朗人就是在地下黑市购买的假护照，而且这2个人的身份也很快被确认了。因为他们之前去旅行社买机票时被人拍到，最终证实这2个人是打算从北京转机去欧洲政治避难的，并非什么恐怖分子。最可疑的2个人反而最先被排除了，其他乘客调查后发现也都挺正常的。网上有些阴谋论，说什么科学家、芯片之类的，纯粹就是异想天开，我们就不解释了。解释这种东西简直是侮辱智商，但我们也要再次声明，这仅仅是我们的猜测和推理，您可以理解为胡编乱造，讲故事，听个乐子就行，不必太过当真。既然乘客没有问题，那就是机组人员了。而且当时飞机是明确有人在操控的，还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当时飞机上会驾驶飞机的只有2个人，一个是机长，一个是副驾。副驾名叫哈米德，当时27岁，已经在马航工作7年了，而且家庭条件很不错，父亲是马来西亚的官员。哈米德当时情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常，他还有一个女朋友是亚航的机长，长得也很漂亮，从大学时期就已经认识了，当时正准备结婚，所以从各个角度来看，哈米德在马来西亚都是一个备受尊敬和羡慕的人物，感情生活也很美满，关键才20多岁，前途一片璀璨。他作案的动机非常弱。剩下的就是机长大人了。机长名叫扎哈里，1981年就已经加入马航，拥有33年的飞行经验，算是马航所有驾驶员中经验最丰富之一。做出这种高难度的急转弯，应该问题也不大。2014年，他已经53岁了，但是马航官方公布的信息显示，机长也很正常啊，生活正常，婚姻正常，机长已婚，有3个孩子，家庭也很美满，而且机长这种高收入群体也没有什么经济压力，甚至起飞当天，警方专门调取了监控录像，机长同学的步态行为和之前没有任何的区别，情绪上也没有什么波动。而且马航官方曾经多次公开为机长站台，说机长在马航已经工作几10年了，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非常认真负责的好机长。他不太可能，但问题是，从马航失联的当天起，不断有各国的媒体，甚至是国家的官方跳出来质疑机长有问题，而且严重怀疑马航公布的机长信息是不全面的。所以经过各国媒体的深挖，还真从机长的脸书和其他社交媒体上挖到了一点不该挖到的东西。马航官方公布的信息应该说都是真的，只不过有些信息他没敢说。这位机长其实在起飞以前早就开始自我毁灭了。他确实结婚了，但是和他老婆的关系非常紧张，早就已经分居好多年了。起飞前，他老婆正准备和他离婚，他也确实有3个孩子，但是都已经成年了，常年不回家，
和机长的联系非常少，关系也很一般，所以机长可能因为各种情感上的压力开始自我放逐。他和公司的一些空姐关系也匪浅，而且还被他老婆抓包了。而且在事发以前，机长还迷上了马来西亚的一对双胞胎网红，在人家的社交账号下面疯狂的留言，而且全都是骚扰信息。所以机长先生并不是马航官方公布的那种成功男人的形象，真相正好相反，应该是一个感情失败、生活混乱的猥琐男形象。而且机长还是一个老愤青，在社交账号上频繁地攻击大马政府，这可能也是他情感生活失败诱发的一种解压途径。更恐怖的是，调查人员发现马航至少有1半以上的飞行员都有心理健康问题，但是他们不敢上报，因为一旦被发现，那以后都别想再飞了，马上吊销驾驶资格。所以机长先生是完全有这个动机的。我们之前分析的那些还有2个证据可以支持这种猜测。第一个就是马航370的运营飞行计划，上面显示飞机在起飞前临时被机长要求额外加了3000公斤的燃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航班在到达预定里程以后还能继续再飞行2个小时。再联想一下，机长出发前还临时要求给驾驶舱增加了供氧，这就全都说得通了。第二个，调查人员发现机长先生平时很喜欢玩飞行模拟游戏，还专门在家装了一套非常专业、非常昂贵的设备。早在2016年的时候， FBI 就调查了这个设备，发现里面的最后一条模拟航线几乎和当时马航的飞行路线是完全重合的，坠毁地点就在南印度洋，而之前的模拟航线都很正常。这条模拟航线被机长先生给删除了，但是后来被 FBI 的技术人员给恢复了。太多的巧合了。虽然我们没有办法100%地确定真相到底是什么，但是现在全世界的主流猜测，除了那些智商掉线的阴谋论以外，矛头都直指机长先生。很可能这就是一次机长的报复社会型的自杀事件，带着飞机上的238个人一起给他陪葬。解答最后那个终极问题，那这么大一个飞机，为什么连个影都找不着呢？不是已经确定在南印度洋了吗？很多人现在应该已经猜得8九不离10了，没猜到的自己去反思去吧。按照目前的推断，机长先生对最终的迫降地点一定是下了一番苦心思的。这个地点应该选在了基尔温克断裂带的海沟里，这个海沟长达几百英里，所以飞行员在迫降的时候可以有非常大的调整空间，是一个迫降的绝佳地点。而且这边海域经常地震，飞机一旦成功在这迫降，就会跟着地震埋进南印度洋的岩层里面，永远都不会被找到。但是要达到这个效果，那也不是很容易的，需要操控者非常精确的计算，不是你随便从天上掉下来就可以的。机长一定事先精确计算过燃油的消耗量，因为他必须要在燃油完全耗尽的前一刻实现完美的迫降，用仅剩的那点燃油让发动机运转，形成完美的涡旋，再让飞机在形成的涡旋里面完完整整地往下沉，要不然把飞机都撞散花了，碎片到处都是，那很快就会被大家找到。而且飞机里也不能有燃油，要不然燃油全都浮上来了，浮到海面上，这黑乎乎的一大片也会被大家发现的。所以他要飞到南印度洋，把所有的燃油全部都耗尽。这就是为什么直到现在这么大一架飞机就是找不着，只能找到一些零零散散的碎片。这架飞机现在很可能正完完整整地躺在海底的某个角落里面，里面的人也都完完整整地在里面坐着呢，等待重见天日的那一天。从马越边境关闭通讯设备，到升空施压，再到绕着马泰边境躲着雷达，再到下降到安全高度，
再往南印度洋飞完美迫降，环环相扣，少了哪一环，这架飞机都不可能消失。说是巧合，确实是有点牵强了。有人可能会说，有没有可能是被恐怖分子挟持了呢？说实话，这个可能性非常小。恐怖分子挟持他也得有个目的吧？劫持完了，悄无声息地把自己给埋了，然后没有人出来发声，没有人认定这恐怖分子，他也不是鸵鸟，对吧？而且，开始我们就说了，1点19分的时候，机长还跟塔台说晚安，说一切都良好。2分钟以后，飞机就没了。而且，自从911事件以后，驾驶舱门都做了安全加固，舱门是能防弹的，2分钟很难破门而入。而且，就算外面有人在破门，机长傻吗？他不能跟塔台求救吗？所以，这种情况不可能。还有一个问题，乘客为什么不打电话求救呢？这又是为什么飞机要升到4万英尺的高空？因为在这个高度是没有信号的。有人可能会想到，那副驾驶呢？他和机长是一伙的吗？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他俩是一伙的，也不太可能。我们可以合理猜测，机长应该是把副驾驶支出去做其他工作，就在这个时间段把飞机拔高，副驾驶也和乘客一起遇难了，因为客舱的氧气含量是不够的。还有最后一个也是最常见的猜测，飞机会不会出故障呢？这个更不可能，因为飞机失灵以后还做了一大堆高难度的动作，连飞了7个小时呢，飞机好着呢。而且这也不能解释机长为什么不求救。还有一个黑匣子呢，很遗憾，黑匣子的水下定位信标电池在事发前1年就已经过期了。黑匣子你就别想了。唯一的好消息是，目前马来西亚官方正和美国最先进的海底探测公司海洋无限在沟通，准备重启搜索。